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咱们继续《暗黑破坏神2代》的高清版。今天是法师的噩梦第1章。首先还是看一下装备吧。一个黄金甲小弟的不死皇冠，华宁的刀。我的装备和普通的第5章没有变化。身上有3件暗金，虽然这3件暗金呢，如果在战网，可能很多小伙伴捡都不会捡啊，但是在单机里。我觉得它至少是件暗金装备，对吧？那咱们开始做任务了。其实我的法师和开荒时候的死灵法师相比呢，装备已经好了半个档次了，对吧？那本章其实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我希望能够把眼球拿起来再去打暗界。拿眼球的等级是42级，我现在应该是38还是39？ 39，这样差不多。因为通普通的时候我是33级多，然后呢，通关之后自己练了6级，打了几场牛，在普通第5章第2个传送点上下呢又打了一会儿，练了6级，现在来到39了。那噩梦难度的话，打法上和普通是稍有区别的。普通毕竟可以横着走啊。噩梦的话，到了第4章，到了第5章，开始出现单系的魔法免疫的怪，而且出现的很多。虽然前3章也有，但是数量不多。在后期就很多了。这样咱们能打的打，不能打的躲。遇到了冰冷系无效的，如果非要打的话。就利用咱们的闪电系的削弱，加上小弟的物理攻击。那到了地狱的第4、5章的时候，就开始要加火系的技能。咱们挑选一个火系的技能来进行加，它算是一个辅助的输出手段吧。咱们把暴风雪还有冰风暴加满之后，就可以考虑加了。级别方面应该是在46、47级以后。这样到地狱的时候好办一点，尤其是地狱第2章开始，2、3章吧，遇到冰冷系无效的敌人好能够处理。其实。到了地狱4、5的时候，咱们的人物基本上就成型了。因为这个角色，毕竟我给他的定位啊，是之前我就想录制一个死灵法师的，结果好多小伙伴说最好把所有的职业都录一遍。那这样的话，我队伍里其实需要一个 MF 的角色啊，虽然单机 MF 并不给力，但至少他能够打出一些凑合能用的玩意儿。就是你不要指望他能够打出，战网的那么多日用品，搞一身日用品你都不要想。但是呢，他至少能够用。好，第1个任务完成了，咱们又拿到技能点。冰冻系的法术，那也只能把这一条线的暴风雪和冰风暴加满了其他的有加成的就暂时不能考虑了。开始做第2个任务。法师有 TP 是非常有效率的，移动起来。这样，其实每过一关的时候呢，你会感觉你得到的经验不太多。每过一章我会自己练级，稍微练个2级左右。踩点儿。冰风暴在这章我估计伤害都要过1000了，这一下，所以冰风暴的伤害是很高的。那最近总有小伙伴给我留言提到冰封球这个技能。1.09 的时代，冰封球是我最喜欢的技能，因为 KP 的时候用它。但是到了 1.10 之后，那冰风暴的加成的相关的技能非常的多，所以说它的伤害提升非常明显。
其实单机呢用冰封球也可以啊，因为毕竟咱们的技能点数不是那么多。如果战网的玩法的话，冰封球和冰风暴的差距会更大。削弱他一下。这家伙跑得快啊！哦，也没少掉血了。好，挂，爆了一把罗马短剑，大型护身符。这个 LC 一会儿看一下是什么。我身上的符现在非常少啊，整个普通打下来身上的符2、3个吧，能用到的。你看，而且很多那么大的，加50毒素，这个可以给战士留着的。垃圾，这衣服不辨识了，扔掉吧。暗黑的很大的魅力其实就是在于这些装备上。眼球还是不能拿呢，我细钢都要全套了，好像差一双鞋。接下来是哦，我的天，点错技能了啊！接下来是去救老爷子的任务了，对，前2个做完了，开始救老爷子。先要在黑暗森林里找到那棵树，顺便测试一下咱们的暴风雪和冰封球的强度。这儿有一个小精怪，小精怪最好要打。这关我还是比较注重经验的，见到了经验神殿马上就去捡了。现在是40级半，安解之前应该能够升到42。1.10之后的版本和1.09相比，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太注意的区别，就是它的升级更加的平滑。但是如果和敌人的等级差距过大，很可能得不到什么经验。所以说多少级在大概一个什么范围去练级，还是需要考虑一下的。另外，我再次强调这个游戏版本吧，每天接到上千个留言问我在哪儿下的。这个我在视频里已经不止一次的提到了，我是在某侠的 BBS 上下载的，它专门有一个暗黑的版面嘛。这个现在说到论坛可能显得非常传统，但事实上20年前呢，最开始上网的时候，大家都是在论坛上进行交流的。那我当年去的很多论坛常去的，现在已经没有了，干脆就是没有了，什么模拟地带啊等等。非常的可惜。看着这个家伙，这个家伙就是树在这儿，这个树会有一堆树人在这儿守着，大笨兽一样。20年前的论坛啊，当年从来也没有觉得下载东西是问题啊，结果现在我接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在哪儿下载，这个挺不可思议的，因为呢，你可以说95后一代没有接触过论坛啊，甚至没有经历过就电脑兴起的那个时代，他电脑用的比较少，现在都用手机嘛，所以他不知道怎么下载，怎么搜索。但是很多老玩家竟然也问，这款游戏呢玩的应该都是老玩家了吧？这些玩家也在问在哪儿下载，我就感觉很不可思议。这个抗火神殿到底我是点错了。刚刚这个卷轴拿到之后呢，我想把这个点找到。这边看来能去荒地啊，咱们直接到荒地，如果踩了点就省心了。可以看出冰法师在这个时期还是非常强势的。我之前不止一次的提到，从噩梦的第4章开始，一直普通的第4章一直到噩梦的第4章，法师在这个期间是相当强势的，因为正好是他的暴风雪这个伤害直线上升的时期。这个伤害上1000之后呢，一般的噩梦 BOSS 都撑不住啊。好，找到点了，那这样呢，
咱们先把这个卷轴啊给标注上，怎么踩？拉卡尼修，你看这个点儿，传送站和拉卡尼修这个位置不远，所以说如果过了第一章我想练级的话，我有可能会来这儿，因为毕竟拉卡尼修是一个固定的小型怪，它还是有一定的几率爆出一些好东西的。而且非常方便，你不像去安检那儿，安检那儿还要从2层到4层。行了，来这儿的目的呢，就是把铁匠打了，然后把老爷子救出来。但是铁匠其实挺难办的。哇，这好多人啊！这就是啊，我要升级，又一个大型护身符，看看这个。一地的药，让老爷子在上面吊了半天啊！可以了，去找铁匠。这个铁匠，所谓的铁匠呢，就是1代的铁匠。1代的 NPC 非常重要的 NPC， 到这里变成了敌人了。哎，这个货冰冷系无效。那铁匠特别诅咒加上闪电强化的话，小弟打他很难能够顶住。这样咱们需要用 TP 来调整小弟的位置，防止他扑街啊。现在扑街一次6、7千了吧，不便宜了。好，爆了个重口袋，你给我来个金色包袱也算对得起我呀。这个家伙就削弱他，用小弟来捅，啊，因为他就是冰冷强化的。咱们现在呢技能还是个单系，所以只能这样利用咱们的闪电，再加上小弟的物理来解决。那到了地狱之后，很有可能出现冰冷系无效加上实体攻击无效的，那这样的话就很难处理了。所以说咱们还是要起一个火系的技能来应付这样的情况。6MF 的戒指这个真没用，因为我现在已经有一个拿个了，虽然是15的拿个，这也是极品了是吧？某种意义上的极品。好，这个 LC 呢它加12的生命，那你在战网玩的时候可能加18以下的小符你都不会捡，对吧？但是呢，咱们现在是单机，加12的 LC 你捡着放在身上，这就是区别呀。该去打女伯爵了吧？噩梦的女伯爵给我爆点好的符文吧。我其实现在有一件装备。就是符文之雨加2法师技能那个，但是需要45级才能穿上，这样需要下一章了。本章是肯定穿不上了，现在才41级，已经开始打女伯爵了。这个地方好像是2个拉卡尼修的营地连到一起了，导致好多的怪。啊，下了场雪灾，这就是。之所以打他们，就是因为我现在需要经验值啊。哦，那边已经是高地了，好，在这儿，遗忘之塔。女伯爵的话非常好打了，她不是什么很强力的 BOSS， 直接咱们 TP 进来，先把他的小弟收了。削弱他一下啊，他双系强化而不是无效。这一个8号，一个9号。行，走吧。加一起算是给了个17号吧。身上好多垃圾卖掉。然后去搞铁匠了，啊，这个3万，
把药买满。按住 Shift 买比较快啊。其实很多时候有小伙伴问我说，买东西的时候怎么快速的买，然后怎么快速的把你的药瓶放到腰带里。这个操作的时候你会感觉很自然。哎，我说这个可能很多老玩家有非常深的体会，就是你操作的时候啊，怎么把药快速的放到腰带里啊，你非常自然，你想都不用想。怎么快速的买药也是一样。但是啊，当有人问你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哎，按哪个键来着 ？Control 还是 Shift？ 啊，左键还是右键？你会想一下。啊，这里有好多敌人，好多弓箭手啊！这小精怪都扛不住啊！一个暴风雪下去，基本上就扑街了。现在咱们的经验大概是40%。我有信心安姐之前升级。啊，里边的怪不用开门就能跑出来，这么厉害。哦，开了，那我 TP 进去。外侧回廊一个传送站。行了，去找铁匠。哦，这有精怪，这个一定要打，万一出好东西呢？尤其是咱们拿起了眼球之后，我为什么要坚持在安姐之前把眼球拿起来？因为它有一个50的 MF， 这个大家也知道。有小伙伴就说了，说大叔，我们看你玩死灵法师，从普通干到地狱啊，所有的 BOSS， 你没出过一件好东西。眼球算是一件好东西吧，但可惜还不是死灵的。那这回看你的法师，从普通前5章一件好东西也没出。那主要是因为我 MF 值不太高啊。现在呢，咱们有希望拿一个眼球，这个机会还是要争取一下的，是吧？又一堆怪，哦，这里爽，这打完肯定一地的药。这个大家注意一下，我的左键已经不是平 A 了，而是换成了冰风暴。那其实普通的时候呢，如果你对自己的操作没什么自信啊，走位啊，你就可以换。对，离远了点敌人，它就变成一个冰风暴了，而不是走过去 A 人。铁匠在这儿。哦，闪电强化，这恶心啊！闪电强化真的是恶心。小弟有点扛不住，因为对面的物理攻击很高，再加上闪电崩你掉的血，我的天，什么也不给我出啊！走吧。Good to see you. Oh, good day. 黄金化啊！我找到好的头环来找你黄金化。我希望这个法师能够打出军帽。眼球有了，再来个军帽，简直完美啊！行了，就剩安姐了。但打安姐之前，哦，咱们的这经验80%了，感觉。争取早日把眼球拿起来。好，这有一堆，而且有精怪。冰冷系无效，上去削他。90%，看起来是90%的经验。升级之后升级的瞬间一定要录制下来。这是法师的实力直接上一个档次，加3所有技能，你想一下，甚至包括咱们现在的盾、冰盾，再加上热情啊温暖，我还是习惯管它叫温暖，就是回法力的那个技能，再加上冰系法术之间的互相加成，这个伤害提升真的非常的多。败了，有5成了现在。
好，升级42了，回去搞眼球。It is certain. 拿起来啊！我的天啊！啊，我终于有一件日用品了。Greetings. 看一下眼球，加3技能，30快速施展，20体力，20精力，20抗性，51 K， 50 MF。其实它的第一个属性也很重要啊，被攻击之后呢，25%几率施展 TP， 这个有的时候会对你造成严重的误导。当你的鼠标就在怪堆里，突然你被打了一下，结果直接进怪堆扑街，这种情况是有的。这个其实很坑啊。另外呢，死灵也有类似的一个自杀杖，就是搞古墙圈自己的那个。I need mana. 这层清完，开门清里边，最好呢把这些小怪清的差不多了再打安检。噩梦难度了啊，不像普通可以随便浪。安全第一吧。那左键是冰风暴，还有一个比较舒服的使用方式，就是按 Shift 的强制攻击，这样你可以在不瞄准敌人的情况之下就出招。好，看见安姐扔毒了，扔的好准呢！刚才这发，我不躲一下就击中我了。下来了，和他拼命。暴风雪交着，后面上冰风暴，好的，完事。看啊，哦，胸甲护身符，胸甲应该是毒液牢房吧？这个是个垃圾啊！这个护身符是黄金的，我希望这护身符加2法师技能。And 看一眼吧。 final good day. 毒液牢房没有用，看看这个符，属法力4抗，需要等级19，可以给其他的职业留着了，留着吧，它毕竟是个黄金护身符，留一下吧。那好吧，咱们今天呢主要就是把眼球拿起来了，还比较顺利。咱们下一期呢开始录制噩梦的第2章，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再见。